只是受囚期所控，你别杀他们。这是何物？为何能化腐重生啊？此宝物为义眼。义眼？不管怎么说，你又救了我一命，2次大恩无以回报。你我既然如此有缘，择日不如撞日。你不嫌弃的话，我们就在这里一结金兰，如何？方才你也救了我一命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但是，我有要事缠身，先行一步。拜见山主。百灵带羽族众妖，恭拜山主。花精族众妖，恭拜山主。恭拜山主，恭拜山主，恭拜山主。此为何意？野兰山向来以妖力的高低来推举山主。之前，裘西仗着这片疗愈万伤、滋补妖力的温泉宝地，横霸山境，自立为王。但是现在不一样，今日你杀了他，那自然证明你的妖力远在他之上，所以你就是我们的山主。我非山境之人，无力做山境之主。那有何关系？自从裘西当了山主，众多妖族流离在外，无家可归，英雄不问出处。是你替我们铲除了山境的大害。这些人都是自愿跟随你的，请你不要推脱了。方才看见你有仇家。野兰山地势隐蔽，万妖聚集，你若躲避在此，那些人定不敢追击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我此次下凡是来寻一个人的，此事非常重要，一刻不能耽搁。那便更要留下了啊！野兰山的妖族手眼通天，你要做了山主啊，万千妖族听你号令，别说是找一个人了，就算是找一根草，找一粒沙，他们也定能帮你找到。如果想让我留下来也可以，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好，你说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我都答应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子林。诸位，我能在此地，皆因子陵冒死相救。大家能够安然活着，也是因为子陵不畏强权，据理力争。诸位，大家都说，诛裘西者，便可成为山境之王。我认为这王位，应该我2人同坐。
哎，往后山境之事，你主外，如何？你的意思是，我主外，你主内？甚好，甚好。只是还不知道内人姓甚名谁。内人？哦，于墨。都听到了吗？还不参拜于墨山主？拜见二位山主。恭拜二位山主。诸位快快请起。从今日起，你我皆是家人，在山境之中，无需行此重礼。海灵，从今日起，你作为山境之中的内务总管，若有伤者，皆可到此温泉疗伤。具体事宜由你来安排。承蒙山主信任，百灵定当尽心竭力。现如今，山境已平，各族皆派小妖下山通报，召流落众妖重返家园。若在下山路上遇到凡人，切莫伤害。我为山境之主，善妖，我定助其安居乐业；如果遇恶妖祸害凡间，我定严惩不贷。是。帝君，颜淡在天界时，最期盼的便是姐姐晋升仙界，所以我来是替她实现心愿。听闻帝君前几日又一次自罚下界，颜淡是不是已经渡过忘川了？他可安好？往年他一心为你，而你却全然辜负，然后因假名册让他备受苦楚，现下关切，还有什么意义？殷元君如此神色，难道他晚了一步，颜淡已经灰飞烟灭了？如今众人皆以为只惜仙子关心救人，升仙境界，而其胞美顽劣不堪，毒害仙子，终是恶果。如今你得偿所愿，日后便可高枕无忧了。只惜仙子，祝你日后步步高升，前程似锦。知悉，谢帝君赐福。这满天星光，再也无人与我共赏。
么在天上飞啊？救命啊！娘子，从今往后，谁也别想把我们分开。好。救命啊！妖怪，说的是我吗？怎么回事？我是谁？我怎么会落到这里？为什么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？他就在里面，快抓住他！不知裴世子光临，多有怠慢，平时都请不到您呐。今日犬子婚宴，不成想裴世子竟肯赏脸呐。原来世子是来给绛尘姑娘捧场，世子好眼光啊！绛尘姑娘的戏，乃南都一绝啊！啊！人呢？人去哪儿了？娘子，昔日一别，我好生想念啊！江湖救急，帮我一把。大伙儿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！欢喜戏班新戏《梨园会》今日首演，感谢诸位多多捧场，感谢诸位多多捧场。咱们进去看看。王公子，里面请。张大人，张大人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感谢诸位多多捧场。好，好，妙啊！今儿这戏着实不错，我觉得呀，是欢喜戏班演过最好的了。是啊，不知是哪位话本大家所写啊？这是我写的，我写的。走，放开我！偷盗帝君玉钩，私用天界静香，如今证据确凿，还有什么冤枉的？走！放开我！参见妙法阁掌事。我来送送他，还请各位仙友行个方便。你谋划这一切，都是为了今日进仙登位吧？你可真是个心思阴沉的小人。昔年仙籍官勾结权势，伪造叶望川名录之罪，现已查明。
被判49道雷刑鞭。他在行刑撤职前写下的最后一个仙级变更，便是你日后的归属。八苦池，水清，为修仙缘；雾禅心，以利难；水浊，为容仙骨，化凡人之刑罚。帝尊现以下旨，削去你的仙籍，抹除你的仙意，打落凡间，永不为仙。帝君只是下凡历难，总有回宫之日，而你却再也回不来了，只能在凡间承受着肉身凡胎之苦。输了，便是输了，任凭你处置。我不后悔。无论如何处置你，颜淡都再也回不来了。你给我吃了什么？锁一丹，我要让你带着仙子的记忆，在凡间屈辱度日。敢问自命不凡的银灯仙子，这应该比让你死了还痛苦吧？我要把你加诸在颜淡身上的痛苦，100倍、1000倍的还给你。出来吧。颜淡，姐姐做到了，姐姐替你报仇了。原来，你昨日找我，让我在银灯成交法器时帮你说几句话，是这个用意。其实颜淡，他没有死。我先前没有告诉你，是因为我还在生你的气。帝君救下了他，送去了凡间。颜淡，他变成凡人了。嗯。颜淡被帝君强行送出了夜望川，仙灵虽散，却可化为妖元。现在，应当是个自由自在的花妖了。颜淡曾和我说，因为你是他最亲的人，所以他无法原谅你。但他始终希望你能够摆脱心魔，而你在他心中，你永远都是那个强者。芷溪，以后好好度日吧。颜淡，他由始至终都希望你能够开怀畅快的生活，好吗？
怎么这般愁眉不展的？梨园会连演10场了，场场爆满。班主让我留下来，让我努力写下一部戏。啊，我呢，虽然不知道我是从何而来，可是我深知我以后的目标。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写戏，我的目标就是要名扬四海，成为第一话本大家。虽然我现在雄心壮志，可是我此刻文思枯竭，我什么也想不出来，不知道我要写什么。你这戏写的虽好，但这戏中的人物情感却很生硬。梨园会之所以能打动人心，正是因为它是原型经历所致。你年纪尚轻，未经世事，不懂人性的复杂艰深，没有亲身经验，自然写不好这戏本。将臣，那你可以告诉我怎么做吗？这人世间的情感曲折多变，难以言说，唯有切身体会，方能品悟。旁人是教不来的，你须得行遍四海，历经尘世，体验人间五毒六忘七情八苦，方能见众生，见自己，领略到真正的爱恨离愁。唯有这般，你才能写出打动他人、刻骨铭心的故事。五毒六忘七情八苦。走。按照山主吩咐，已将此前为囚妻所驱逐欺压的部族一一收拢，按各部族人口划定地界，分拨10两。众妖族皆心悦诚服，唯有虎族因部族向来强势，为众妖之首，想多分些地皮。山主您看？我看行。依我之见，现如今野兰山山主已改，山规已变，不以强弱划分地皮10两，为的是整治恃强凌弱之风。你告诉虎族，他如有任何不满，便可提刀来见。若能胜过我和紫菱当中任何一个人，他的要求，我便悉听遵禀。于墨说的没错，现在想着要地，当时杀裘西的时候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是。有什么消息吗？无论是羽族，还是山主您亲自送出的水族，至今都还未有消息。山主寻人心切，能否提供多一点的信息？例如那女子的外貌、特征、年龄什么的。贪吃，一口气便可以吃一只鸡。义气，无论朋友遇到什么事情，只要是朋友的事，他都会第一时间冲过去。虽然灵力不行，自恋，但是这都是以前的他。他与我的印记还闪亮着，必然活着出了忘川。可如今，他是化身为人，下凡为妖，还是重修仙态，无从得知。会否他已变换了容貌，亦或是化作了花鸟鱼虫，雨雪风霜？紫菱，我下山一趟。什么？于墨，现在山境正是百废待兴的时候，你要走了我怎么办？羽族100人几日便可找遍凡界，水族4通8达，5湖4海几日也能找遍。再怎么样，也比你一个人找得快吧。可是时间已经过去这么久，他依旧是杳无音信。这世上，唯有我，无论他身形怎么改变，面容如何变换，一眼便可认出他来。流云不解斜阳卷，老爹不解丹蜀愁。哎，人家戏文里可不是这么写的。我在凡界练练功法，看看戏，本来过得好好的。谁叫你非把我拽到这深山老林里？你参见山主。狼族族长元丹得山主厚待，
特来谢恩。不必，你可否把刚才的戏文再读上一遍？既然你喜欢练功法，那这把短刀想来适合你。流云不知斜阳倦，高楼不解流水愁。猿声灭，韶华却，几时休？你也喜欢看戏吗？西风眠，弦歌断，流云不知斜阳倦。高楼不解流水愁，猿声灭，韶华却，几时休？斜阳照耀着世间，只因为世间是他所爱，哪怕不被任何人了解，亦无怨无悔。雨墨，今日便让这玄心崖为仙君下一场雨吧。仙君，你放心吧，我会替你好好照顾云墨的。是他，一定是他。丹叔，我愿意把山境之内所有法器全部给你，你能否告诉我你在何处听闻的？哦，山主，这出戏叫《梨园会》，是出新戏，在凡间红火得很，许多戏班子都登台翻唱了。他早就说过，要做6界第一话本大家，没想到如今亦是如此。他若在等我，我就算寻遍世间所有戏班，又有何难？应渊，这天星台我为你上过一次，绝不会再上第2次了。沉香燃明灭，回血散不尽。前尘空断肠。相思了无益，早知如此，宁愿邯郸之花从未开过。哎，此乃上古彝族4叶汉诞中留下的唯一血脉，碰不得。仙君，这株普普通通的花，当真能治愈万物？千真万确。不仅如此，
只因它们乃同根而生，两朵花之间互通灵气，比普通的四叶菡萏灵力更甚。不然，帝尊怎么会设此瑶池盛宴，相邀着妖魔冥三界之人一同前来观看呢？基督星君，你与应渊帝君关系向来要好，可知此次宴会他是否会来？哦，应渊君向来性格冷僻，定是不愿赶这番热闹。此刻八成躲在宫中饮茶下棋呢。诸位，再过几日，便是我们魔界邪神万寿诞辰。此等宝物，正好作为仙界给我们的好贺礼呀！啊！说话，长老。元帅。哎呀，我得元帅。说话，长老。邪神虽然也是上神，只不过才刚刚10000岁啊！不，要过几天才满岁。我们仙界随随便便拎出一位上仙，年纪就比他大，一个小娃娃怕是受不了此等好物。别吃了上火，回过头来又来骂我们的不是，是不是啊？啊！哎呀！我得元帅，你身为堂堂仙兵总管，说话竟然如此无礼，竟敢折辱我邪神殿下！这朵花，本座要定了。帝君，变天了。望断花开时，此茶饮至最佳。
遵苛待妖魔冥3界，所奉天条，迂腐之至。6界早就该易主了，妖界、魔界之人早就有怨言，只不过他们胆小怕事，不敢跟我一同殊死一战。你乃魔界长老，却置魔族于不义。魔族若有怨言，邪神定会亲自来与帝尊商讨。还是说今日之举是受邪神所意？哼，此事乃我一人所为，与邪神殿下无关。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本君不会杀了你。回去告诉他，创世之战后，6界缔下了和平之约，魔族可以出尔反尔，但仙界言出必践，不使瑶池染血，亦不使6界染血。说得好。参见帝尊。 6界之中怀有2心的，只是沧海一粟。吾相信，有应渊帝君在，定能保我6界太平。我们冥界敬服仙界，绝无2心。利剑断，莲花开，这正应了6界交好、止戈霸武的愿景。 今日莲花一开，此2人化为人形，实乃祥瑞之兆。应渊帝君，此2人乃是你所救，那他2人的名字，就由你来取吧。满庭芳止，万曲一收。岁华如昔，神话幽童。姐姐叫做芷溪。欢颜如恋，悲苦如寄，浓尽必哭，淡者履深。妹妹，颜淡。 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睡觉？颜淡，颜淡，快起来，赶快把我们营的法器藏起来，你姐来抓你了。我姐，芷溪仙子，颜淡呢？她不在啊。 不愧是我姐，一眼就揭穿了我的法术。我说芷溪，你现在不是应该在妙法阁掌事吗？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有何贵干？为什么没去参加考试？难道你想一直做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仙士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
明白明白，我是鲛人族，能够飞升成仙，管理这偌大的藏书阁已经是荣幸之至了。你们姐妹俩好好聊。北冥仙君让我去找那个东海水族细略，哎，不牵扯了。姐，虽然你现在已经是妙法阁的副掌事了，可若没有我们这些小仙士进进出出的，你们的工作也不方便嘛。你少贫嘴了，快说，为什么没去参加考试？哎，我实在是对那些仙法一点兴趣都没有。颜淡，你要知道，陆明只能做个小仙士，那是因为他是妖族成仙，但你不一样，你天生仙胎，身负着众仙的厚望，而且你的慧根和灵力都远高于他人，你就不能争点气吗？你知不知道，那些爱嚼舌根的小仙，为了此次考试特意开下赌局，就赌你能不能通过考试。嗨，没关系，我们四爷汉淡一族有你就够了嘛。只惜你呢，聪慧勤奋，而且出类拔萃，仙途光明。你就好好努力，到时候我就可以狐假虎威，狗仗人势啦。少乱用成语，是真的，窒息。我已经打算好了，以后我就指着你这个靠山了。我知道你对我最好了，我就可以做一个废物的小仙士了。芷溪仙子，妙法阁掌事身边的碧翼找你，说是关于贺典的事儿。好，我这就去。你呀，既然你对仙界不感兴趣，那你平日里就看一些修习仙法的书籍。啊，知道了知道了，找你那肯定是大事儿，你快去忙吧。我晚点再来找你。不用担心我了，去吧去吧。吓死我了！你姐要知道开设赌局的是咱俩，会不会扒了我的鲛人皮，砍了你的莲花镜啊？嘘，小声点儿。干嘛？哎呀，分你的法器，拿着。不是，哪有这么分赃的？这也太少了吧？你还嫌少？这些法器多亏了我厚颜无耻才换来的，好吧？行吧。那个，你想不想看接星星大典？接星星大典是什么？就是芷溪他们妙法阁负责那个仙阶晋升贺典。你生得不巧，没有经历过。这个大典啊，每500年一次，凡有仙阶者皆会齐聚天之角，接受4位帝君不失仙力的赐福。传闻此仪式场面那是相当的奇美梦幻，所以低等仙士就称它为接星星大典。哇，这个听上去好像很不错的样子。那你是不是已经想到办法能带我混进去了？混进去啊？不可能！天之角守卫森严，像我们这些低阶仙士根本进不去，必须另辟蹊径。恭喜芷溪姐姐荣升副掌事，如今9重天仙龄最轻的仙官就是姐姐你了。是啊，当今妙法阁的总掌事银灯仙子，据说也是到了800年仙龄才做到副掌事的位子呢。大家莫要这样说，能有此际遇，不过是我运气好罢了。掌事，一切都准备妥当了。你去那儿值守。掌事，那过于偏僻，怕是看不见帝君赐福了。天之角唯有晋升仙阶之人才可入的。要不是妙法阁负责掌灯，你区区一个小仙怎可入得？帝君的风姿，也不是你配瞻仰的。小仙知错了。
我这就去。这焦珠镜不是你家的宝贝吗？怎么半天半个影都没有啊？你的修为不会低到这种程度吧？这还是我从父亲那里偷来的，也是第一次用，不要着急。快到亥时了，再过一刻，怕是接仙境大典就结束了。罢了罢了，我跟你一起试试吧。好，来。有了，应援军的背影。哎，怎么又没影了？你家这个宝贝也太坑了吧！什么都没看到，还浪费了我这么多修为。好歹也看到应援军的背影了，不算毫无收获。是啊是啊，应援军连背影都这么潇洒，要是能去他的宫中侍奉就好了。这九重天上有整整36座宫宇，而应援军的衍虚天宫难进程度，甚至超过了帝尊的玉清宫，排名第1。嚯，那这么看来，分配仙日的掌事不得乐坏了？这得有多少仙娥给他送礼啊？错，衍虚天宫的一切人员调动，皆要应援军的首肯，不是谁想进都可以的。唉，这个小人帝君果然事儿多，仗着自己仙力超群，就如此跋扈。如今世间仅存6位上神，帝尊、4大帝君，外加魔族的邪神，应援军一人可抵100万雄兵。千百年来都是因为他在，魔界才不敢妄动。500年前要不是他，你和芷溪早就命丧魔族之手了。应援军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为何如此没良心，还说他是小人？就是反正我就是看他不顺眼。应援军深居简出，除了关系与他要好的几位仙君，外人甚少能瞻仰到他的尊荣。哎，颜丹，他到底长什么样啊？瑶池是我们的家，如今这是要去何处？姐姐，我们换人了，不能再待在池子里。日后要去哪儿，怕是要问他了。四叶菡萏灵力不凡，若出双生，必定一强一弱。你身体弱，所以才会被魔族的剑气所伤。速去天医馆稳固心灵，不可耽误时间。仙家一直讲究魔力修行，未来如何，全凭个人努力。你不必沮丧。姐姐才不弱呢，为花时都是姐姐为我遮风挡雨，你怎可随意评判他人？快向他道歉！你这小人！我那个时候刚刚化为人形，就见了那么一次，此后再也没有见过了，哪里还记得？再说了，现在天规明令禁止神仙们不能动情念，我看你啊，趁早放弃吧，他再好也于事无补的。妹妹好吃懒做，姐姐假公济私，你们还真是9重天上的一段佳话呀。颜淡在北冥仙君的玄心崖当差，一向认真，从未犯错。虽然他仙法低微，但他痴心纯正，率性真实，并非长师口中这般。长师平日里怎样说我，
我都不在意，但你没资格评价我妹妹。不要以为你当了副长室就能如此和我说话。要不是思璇出了事，就凭你自己，再过500年也坐不上这个位子。思璇总长室一向待下宽和，对你也十分照顾，而你竟然告他触犯情戒。如今你坐上了他的位子，午夜梦回可能安心。他德不配位，触犯天条，我取而代之本就理所应当。你再不忿，也得忍着。妙法阁如今我是长室，你不过就是一个没有仙阶的副手，而我前身便是帝尊案前的灯仙。升仙阶时，这仙殿更是应渊帝君为我亲手锁点，这就是你和我最大的差别。帝君的仙力，哪怕微小如尘屑，你也不配拿。把里面的东西倒了。帝君，这些仙尘落在地上，着实可惜了。仙子们值守一夜，也甚是辛苦，拾取一些作为纪念，也无伤大雅。帝君，天条有言，在其位谋其职，仙子本该安守本分，恪尽职守。银灯身为长室，只得以律管理，并非是刻意为难。天条并未写明，指使仙子不可拾取仙尘，长室无需太过教条。是，谨遵帝君教诲。为何佳话与佳话的区别如此悬殊？一个是掌管天庭至宝的天之娇女，一个却是给北冥仙君喂鱼的低等丫鬟。芷溪，这是什么？好漂亮啊！大典结束后，我看到空中有些没有被接到的散落星辰，便收集了一瓶，偷偷给你带过来了。芷溪，你对我可真是太好了。你是我妹妹。我不对你好，对谁好呀？你累了吧？快坐下来歇息歇息。你们今天怎么样？我看见了4位帝君。然后呢？我好想成为和他们一样厉害的神仙，希望我升仙阶时，额间的仙殿能由应渊进来点。芷溪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。你可是四叶汉旦，你出生的时候，帝尊就说是祥瑞之兆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是众仙子的榜样。你的出身到现在还被大家津津乐道呢。你呢？你有什么志向？你知道的，我这个人啊，喜欢看书写戏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能够成为6界第一话本大家。我希望我的戏不光可以在仙界跟凡界顺利演出，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喜欢。一定会的。颜淡。你知道的，所有的神仙在升仙阶前都要下凡历难，是要经历人生8苦的。可是我从来都没有离开过9重天，心里是有点害怕的。芷溪，别怕，有我呢。芷溪不怕，因为芷溪要永远保护颜淡。我们玄溪崖的仙龟，每日必会被人偷偷翻过面来，
却从来没有人抓到过始作俑者，莫非是他？你这个小人！这个人怎么这么眼熟啊？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他？大胆！你是哪个宫的小仙，竟敢翻我们玄心崖的仙龟？怎么，有胆量翻龟，没有胆量报上你的姓名还有先号吗？想逃是不是？这个人的面容跟背影都好生熟悉，好像在哪里见过似的，可怎么都想不起来了。仙君，仙君！我抓到那个翻龟的小人了，那他人呢？最后让他给跑了，但是我差点就抓住他的衣袖了。你要是仙法再高深一些，不就能够揭穿他的丑恶嘴脸了吗？我知道您是在讽刺我的灵力低微呗，但您想想啊，如果我灵力高超的话，那我就去妙法阁了，谁还留在这玄心崖给您喂鱼啊？你要是能够抓到他，我便将珍藏的《临江四梦系谱》孤本借给你，如何？仙君，您此话当真？您吃橘子？不要乱动，我在破解棋局呢。您这是什么棋局啊？看您一副好像很难解开的样子。还不是那个应元君，搞了一个6冠局，弄得我百思不得其解。仙君，如果我能帮您把这个局给解开，您能答应我一件事吗？你能破解？我可以试试啊。此局虽名为6冠局，实则是一统大3冠中另藏的3节循环，兼充无用，用飞风徐徐制之，便可破解。您可以试一下。飞风徐徐制之。好，妙！哎呀，你这个小丫头，别的事情你是什么都做不来，没想到下棋你倒是蛮有灵性啊！有您这么夸人的吗？那您刚刚答应我的事情，可还算数啊？只要你每天都能来帮我破解应渊的棋局，其他的事情咱们都好说。这当然没问题了。我其实就是想每天能够早点来，然后提早点离开，您看行吗？没问题。其他的仙兽啊，你就不用喂了，你只要把崖里的这些水族喂饱了，你就算交差了，好吧？仙君，你果然是个大好人，我给您捶捶背吧。哎呀，您真是个好人。哎呀，好了，好神仙啊！这般无师自通、聪颖非凡的小仙，着实百年一遇。只可惜此人心性太过浮躁，若能加以磨练，日后必成大器。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有上进心了？我自知我没有天之娇女的命，但是有天之娇女做靠山，照样是先生赢家。你要找谁当靠山啊？我姐芷溪啊，她马上进仙考核了，以她的实力，肯定能够顺利通过。不过通过之后，她便要下凡去历难。我听闻瑶池盛宴最佳表演者可以得到帝尊的施恩。我呢，打算写一出拔得头筹的大戏，
到时候我就请求帝尊，让我代替芷溪下凡历难。你是不是傻啊？这下凡历难那是十分艰难的修行，你知不知道有多少神仙那是有去无回？我当然知道，要是那么容易的话，我还费这么大劲干嘛？差不多行了啊，快把这吃了。再过2个时辰，你就要去全西崖干活了。嗯。对了，明日你陪我一起去抓临江思梦。哼，我可真是太聪明了。一会儿呢，我们就躲进玄心崖，等那个番龟君一来，只要他敢翻龟，必定会牵动我这条线的。到时候我们2个2对1，我就不信打不过他。你确定这样能行啊？当然了，我们只需要守株待兔就行了。走吧。哼。快点，快点！哎，小心！不是已经缠了线吗？他来了，怎么我们毫无察觉？对啊，怎么可能？你这个番龟小人，我抓不到你的话，我就不叫严大！走开！世云，严旦，番龟君抓到了吗？我下次一定能抓住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北冥仙君什么时候养了一青一白2条小水蛇啊？他们呀，才不是什么水蛇呢，而是龙。银白色那条啊，是东海龙尊家的太子敖轩；青色的是南海青龙族的公主昭兰。龙族啊，觉得我们9重天仙气盛，所以就把他们子女送来养了。哼，你不说还真看不出来是龙。小家伙。啊！什么东西啊！咬我！你怎么把它扔出去了？它不是龙吗？对面是莲池，应该不会死吧？嗯，这条鱼不会被小白龙砸死了吧？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敖轩找到了。啊，你真棒，你真棒！哎，世云，你看啊，我怎么觉得这条小黑鱼，它看我的眼神充满了鄙夷呀？怎么可能？它不过是一条鱼而已，怎么可能有人的表情？也是啊。刚才是我不对了，还好我的真身是药。如果刚才真的把你砸晕了，我可太对不起你了。你还瞪我是不是？啊，你这条小黑鱼，你真是鱼黑心也黑啊！刚刚明明是我救你的好不好？等你幻化成人以后，我就好好教你怎么做人。你平日里不是不喜欢修习仙法吗？怎么突然转性了？我近期为了抓到那个可恶的番龟君，总得学一些仙法招式喽。那我就拿那本《仙经注集》给你吧，里面都是些入门级别的仙法，非常适合你们修习。不过你要耐住性子，一点点读哦。嗯，谢谢姐姐。
怎么了？这混元玉带可是帝君的爱物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啊，